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们今天来我们的小菜地摘点蔬菜，看现在已经有好多那个长江豆啊，还有黄瓜已经可以采摘了，我们准备摘点回去吃。很兴奋啊，因为第一年在佛州这边嘛，过秋天，然后这也是我第一年在秋天种黄瓜、种长江豆、种这种夏季种的蔬菜，所以现在看到它们在开花、在结果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把握住了那个怎么说呢？风口是不是？那个 timing 还是很重要的，是不是？我采的那个时间卡的那个时间点种的，所以趁它这个天气刚刚好、温度刚刚好的时候种下去，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它开始开花结果，我觉得还是把握对了。第一年嘛，这个时间把握的还是挺准的，以后就可以照着这个时间表来种了。大概就是10月份的时候差不多播种，然后现在是11月中下旬，然后可以那个采收果实。然后我们摘长江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，就是因为你看这是一个就长江豆的这个花穗嘛，千万不要碰到，不要这样剪断它，一定要保留它。现在你看它又有一个新的花穗，马上会开花，会再结长江豆，所以不要把这个给碰掉了。所以我一般都是这样转着，轻轻的转着，这样这个还保留着它，这样它会又重新结出长江豆。这个长得还是挺好的，你看长得挺长的。这个长江豆，前段时间长了很多蚜虫，我当时是一开始我先用 neem oil 兑水喷了几次，然后发现控制不住，就是成效不是很显著吧，没有完全控制住。然后后来呢，我感觉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趁着那个早上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手动戴着手套，手动在这儿捋它，把它给虫子给捋下来，然后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效果啊，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蚜虫。然后后来呢，第三种办法，我就是趁着就是太阳比较大的时候，我把那个浇水的水管子给它调成那个 jet 模式，就是那种比较水力比较大的那种模式吧。然后我对着那个水龙头对着它喷，然后我发现这个效果比较好，我就连续喷了3天，就是弄水啊，直接弄水，压力比较大的水，但是你也不要压力太大啊，不要伤到它的枝条，就是你觉得它能承受得住的那种压力，然后对着那个有蚜虫的地方喷，还挺有效果的。就这种物理方法，有时候也挺有效果的。看这有很多，这种可以过2天再摘，我可以摘了。长得多漂亮啊！这个长江豆真的，我很满意啊！我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示很满意。一开始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忐忑的，因为我说过嘛，第一年在这边过秋天，第一年种秋菜，第一年在秋天的时候种这种夏天的时候的蔬菜，所以当时是怀着一种很忐忑的心情来种的。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尝试，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气候啊、土壤啊都不一样，所以你自己试了之后，你就会有一套自己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就是失败了嘛，也没什么。但是
万一成功了呢？所以我觉得还是多尝试一下，总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那边还有一块长梁豆，我们看那边可不可以采摘。这一块长梁豆呢，比刚才那一块晚种了1个星期吧，就是晚一点，所以它现在你看长得也没有那么的成熟，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但是有一些已经可以摘了，比如说这一根就可以摘了。这个品种不一样啊，这个是绿色的，刚才那个是这种白色的长梁豆，这个白色的口感就是更糯一些，吃着，然后这个绿的呢就是更脆一些，更爽口一些。2种我们都很喜欢吃。我觉得这够我们吃了，剩下的我们可以让它再长2天，这些够我们今天吃了。你看这一大把，很开心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黄瓜吧，黄瓜好像有一些也可以摘了。看一下黄瓜，看这边，这有几根已经可以摘了，这一根可以摘了。这是个绿色的这种，刺儿黄瓜啊。这个，看这个全是刺儿，但这个很好吃，口感特别的脆，特别脆。我觉得这一根呢还可以让它再长1天，但这一根可以摘了，这根已经可以摘，这根很长了，也很粗。看这一根，我是种了3种不同的黄瓜，应该有可能说是4种吧。其中有2种是那种短的水果黄瓜，一种是这种长的绿黄瓜，还有一种是白黄瓜。这个就是白黄瓜，长出来是这种白色的、青的。然后水果黄瓜是长那样子的。这是就是水果黄瓜了，短短的，这种短短的，它就长这么大，但是这个很好吃，是那种很甜很脆，我特别喜欢吃，我是直接拿着当那个蔬果吃了啊。我们的黄瓜基本上都是生吃啊，像这种这叫什么顶花带刺儿是吧？最新鲜的黄瓜莫过于此了。这还有一根也可以摘了，你看都是顶花带刺儿。这个超级新鲜，真的，就是那种拿肉都不换的那种啊。然后，这一根也可以摘了。
这黄瓜还可以长很多啊！现在是刚刚开始，我们开始摘。这还有一根绿黄瓜，也可以摘了。这很粗，这一根很粗啊，这一根绿黄瓜。但是很漂亮啊！这叫什么？这就是顶花带刺儿，说的就是这种。然后这有几根 zucchini， 应该是可以摘的，叫西葫芦吧。这是邻居给我的苗，你看现在这一根长得多大，真的是长得好粗这一根，这个 zucchini， 我把这一根给掰了，完了没有带刀，我就拧下来吧，这样转着拧下来了 zucchini。好蠢长的，这还有一根，还有2根，看到吗？这还有一根，这还有一根，这2根再让它长一长吧。我觉得这一根就够我们炒一大盘菜了，吃不完啊，我们就那个啥，吃多少摘多少吧。你看这里还有一颗 zucchini， 这一颗也结了。这一根也很粗大，这根明天吃吧。我这2天我回我们就是天天都有 zucchini 还有黄瓜吃。然后看完这些瓜果类的，我们再看看蔬菜类的吧。这个是前段时间我播种的萝卜，你看现在已经长多大了，这个萝卜。萝卜已经长很大了。看这个多粗长的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小青菜、小苋菜，这边是直接移栽的小青菜。上次我们掰完叶子嘛，我们不是上次掰过叶子嘛，我们现在就是掰着叶子吃。每掰完叶子差不多几天，它又长出来像这样子。一大颗，每一颗都是一大颗一大颗的，然后我们又可以接着掰叶子吃，它就不停的往外长，不停的往外长，源源不断的给我们供应这个绿色的叶菜，这个真的很好，值得推荐。粪室外面的香菜也长得很好了，然后这边粪室外面的这个是蒜苗嘛，也长得挺好的，过天可以开始采收了，这个蒜苗。炒那个回锅肉吃，好吧？然后这些呢是丝瓜，看这个爬在粪室上，这个是丝瓜，这不是我种的，这是夏天种的丝瓜，它的种子成熟以后落在地上，然后自己直接发芽冒出来的。然后我今年夏天采摘了很多那个丝瓜种啊，因为老了就一不留神它就老了，然后也没法吃了，所以最后就只能当种子留着。然后我可能会过段时间找个时间专门做一期就是收丝瓜种子的视频，我到时候会留几份专门送给就是一直支持我视频的花友。如果你们喜欢丝瓜种子的话，记得关注啊，到时候我会分享一些丝瓜种子给你们，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啊。然后这边就是直接地播的小青菜，你看还是长得很好。我们最近都是拔着吃，捡大颗的拔着吃。小的又会继续长大。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？看粪室外面，粪室外面有3颗西红柿，这也不是我种的，这是今年夏天种的西红柿，它的种子有一些落在地上了，然后自己直接冒出来的。然后我最近都没有管它，长得挺大，但是你看那最大那一颗头已经被掐掉了吧？是为什么？鹿吗？鹿昨天来了是吗？鹿已经把西红柿的那个嫩芽嘛，那个头都给直接吃掉了，你看一口咬掉，毫不留情的。但是我觉得这西红柿它是有味道的呀，鹿怎么会吃西红柿呢？实在想不明白啊。但它就吃了，我正准备说把它扶一下，然后找个杆子给它固定一下，还没来得及弄，鹿就已经吃了，鹿先下嘴了。
然后那西红柿旁边我还穿插着撒了一些生菜的种子，也有可能是油麦菜啊，我现在感觉更像是油麦菜长的，有可能是油麦菜。然后这边是几颗小西红柿，也在开花结果了，看这种，已经结了一串小果实了。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蜂窝西红柿 （honeycomb）。然后这一盆呢也是黄瓜，这是我之前说的第3批黄瓜，现在刚刚开始开花，刚刚开始往上爬，也是水果黄瓜，那种小黄瓜。所以我们应该会有源源不断的黄瓜吃啊。然后这个粪池外面是韭菜啊，是直接用种子撒的韭菜，现在也开始长了，慢慢长起来了。鹿没有吃啊，这是有味道，鹿应该不会吃韭菜。然后现在这边就是各种小青菜，是我之前移栽的小青菜，也要开始吃了。你看这叶子已经长很大了，可以开始扒着叶子吃了。这一块菜地就是空心菜了，是我直接扦插的空心菜，这扦插差不多有两三个礼拜了吧，已经开始慢慢长得还不错啊，可能需要施点肥了，都活过来了基本上。然后这边呢又是一块小青菜、小白菜或者之类的，然后也是移栽的，现在移栽差不多有10天了吧，也长得挺好的。都活过来了。粪池的外面呢又是蒜苗，我发现现在鹿不吃蒜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狂种蒜苗，然后会在蒜苗那个地里面顺便撒一些绿叶菜的种子，然后让它们穿插着种，希望鹿不要吃啊。蒜苗都已经出来了。看我们这一大早上摘了多少蔬菜瓜果。绿叶菜还没有摘呢，这些都只是黄瓜，还有长江豆，还有西葫芦，所以我觉得随便种点东西挺好的，就是有蔬菜，有自己种的新鲜的蔬菜可以吃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